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爷车评论 YYP 的长车评视频。千呼万唤的小米造车苏7出来了，然后迟到了很多的 YYP 长视频呢，也终须要跟大家见面。所以今天呢，我会带来小米苏7的超长视频啊。再提醒一下，第一次看我们这个号的朋友们啊 ，YYP 是一个认真做长车评，把一部车的方方面面讲得特别仔细的一个视频博主。那今天我们会讲小米苏7。苏7上市这一段时间以来呢，确实热度非常非常高，很多人都去赶这个热度啊，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作为我呢，其实我是首先错过了这个车的首饰，因为那个星期我去玩了哈。另一点呢，就因为我们团队里面阿卓呢，他是长期主攻这台苏7。他从这个车才刚刚发布都没有透露消息开始，他就说他很喜欢，他想要买这个车。买了之后，他还要去刷赛道，还要去改装，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项目交给他。那阿卓呢，就去买了这样一台苏7啊，他是最早下定的，我们也算是比较早提车的了。那车已经提到手了啊，这段时间呢，阿卓已经对它进行了很多深度的研究。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苏7的更深度的一些细节，包括刹车片有多厚啊，刹车面积有多大，这些东西去看阿卓的内容，他真的研究得很细。那作为我呢，我拿到我们自己买的这台苏7的 Max 版本呢，我就花了几十个小时时间去开它，去各种路况上开它，去加深我对它的认知。那因为我的车评是做给那些要买车的朋友们看的，对我来讲，其实我不是那么追求头一波的流量啊，头10天8天那种流量，因为我认为一部车它的研发精力，车企投入了几十亿进去啊，几千人的研发团队去造一台车，它绝对不是为了那几天的流量而存在的，它一定是为了它的目标用户长期去用这个车，可能将来5年、10年的时间里，能不能给用户创造价值呢？所以我认为做车评应该要沉下心来，要真正把这台车的价值告诉大家也不能说简简单单开个几分钟就说个印象，就说大家这个车推荐还是不推荐，不是这么简单的。所以Max 这个版本，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包括车主账号啊等等这些全部登录进去研究它。同时呢，我也希望这个车评能够服务到更多的关注这台车的朋友们，不仅是买高配 Max， 包括低配的版本。所以我们呢又弄了一台低配车，这个不是我们买的，这台车是租回来的，也是首批提车的哈。我们这个 Max 版是2999的101度电池4驱的版本，这台呢是小米的入门版本。2159啊，215,900 74度电池后驱的版本，现在交付的也就是这2个版本，还有一个中间的 Pro 版2459那个版本呢还没有正式交付啊，所以我们把市面上已经交付的能拿到车的2台小米放在一起。我们会仔细的讲讲这2个车开起来的差别。如果你要买小米苏7，不论你是冲着它的高性能版去的，还是说冲着一个入门的21万多就能拥有一台小米的这样的心态，我都希望这个视频能够服务到你。那同时呢，因为这台20万出头的小米苏7呢，它服务很多年轻人用户，也是一个很主流的3厢纯电家轿的市场这个市场现在强者也很多，所以今天我们也允许我们后面那台车乱入这台白色的极氪007，这是我们买的车，也是在几个月前买的，也是阿卓当了几个月的车主这个车呢，我也在这回试驾这2台小米苏7的过程中，也抽了时间认真开了一下那台车这2个车我是完全同一时间切换着来开，来做了一些对比。所以一会儿我在讲这台入门版本的后驱的这个苏7的时候呢，我会带到那台007，因为我们007也是后驱。其实007还有一个功夫黄的版本，4驱的版本呢，也是奔30万去28、9万，也是直接冲这台苏7的 Max 来的。那台功夫黄版本我也开过，所以讲苏7 Max 的时候，可能我也会带一下007。总的来讲就是横向、纵向把纵向这2个车研究透，同时横向呢，把它的一些对手的情况也跟大家交代一下。希望这个车评呢，能够作为一个虽迟但是更详尽、更有价值的一个内容，能够奉献给大家。好了，讲到这里，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还不认识我是谁的朋友呢，就记得关注起来接下来这大几十分钟呢，我会带大家仔细的研究这2部车。因为视频很长，所以呢，我也服务一下大家，做一个省流版先把一些关键结论前置。我想跟大家说说我试完这个车的感受。我认为小米苏7是一台用行话讲呢，就产品定义
和性能标定都做得很优秀的车。产品定义就是这台车它是多少钱的，卖给什么人的啊？在这一点上，小米SU7非常清楚，它就是卖给年轻人的。我特别能够领悟到雷总说的那一句话啊，小米SU7就是要造一台年轻人的 dream car。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年轻人 dream car 是什么？我买不起100万的保时捷，但是我买得起20多万的小米SU7，就是这个感觉啊。所以这个是产品定义。然后在性能标定上呢，这个车不简单，它的底盘、它的动力、它的驾控、它的性能，确实是做得比较出彩的。我可能还不能用优秀这个词，因为从专业试车的角度呢，比如说这台20万出头的版本呢，其实我觉得它的转向、它的刹车脚感，有些地方做的我不是很满意的哈。这台 Max 版本要好一些，上了空悬之后呢，有一些性能的东西整体上水准要高一些啊。但是我说性能标定做的优秀，就是它的性能标定服务于它的用户人群，服务于它的场景之后呢，是很能够给人好感的。就这两个车开起来都是很能给人好感度的车，可以说是做得很聪明的一台车，也是很有功力的。小米虽然是第一次造车，但是他们的团队呢是从大车企挖过来的，而且非常舍得投入。那除了说有专业造车的团队以外呢，也加上了小米这个品牌它在组织架构上的一些优势，就是它收集信息、收集问题、做反馈特别快啊！在整个产品推出的过程中，他们改了很多设计，都是动作非常快。然后到出来了以后，比如说刹车等等这些问题啊，他们在官网上甚至做了一个每天回答几个问题，就是把所有舆论上的问题都不留过夜，都不给你们去发酵，他们直接厂家就来回应这些问题。我觉得这都是组织架构实力的一种体现。这个是很值得其他车企去学习的。这也说回来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车流量会那么大？主要还是因为小米这个品牌，它是一个真正的国民品牌，就从什么8大姨啊、七大姑啊什么那些都知道的。然后还有小学生啊，2、3年级小学生他们也都知道小米的，它是这种品牌。它跟我们之前的汽车不一样，汽车真的没有一个真正国民品牌。你说什么法拉利啊、什么 BBA 那些都不是真的每一个国民都关注、都知道的品牌，但是小米是，所以它这个广众的流量是非常强的。但是我觉得比较让我惊喜的，可能也是整个业内人士对于这台车出来了以后，大家从一开始听说小米造车，到后来车出来了，亲自坐上去摸到车、开到车，而且你看到它的展厅怎么做服务，它的用户群怎么下定之后，你会看到小米整个组织架构在造车这件事情上体现出来的那种效率、跟能力、跟做事的认真程度、用心程度，这确实是值得很多车企去学习的，也是给我们这些传统老汽车人可能刷新了一些认知。好了，这就是一些闲话，但是我也把结论告诉大家哈。我欣赏这个车产品定义和性能标定啊，但是具体说到设计，具体说到体验呢，有很多的好跟不好的地方啊，没有绝对的好车，只有合适的车啊。所以下面呢，我们就来仔细的跟大家讲讲，从设计到内饰到驾控，讲讲小米SU7。长视频开始啦！点赞、关注、看车。好了，我们开始讲外观了。小米SU7的外观还需要我讲吗？其实大家陆续在街道上都看到了，我相信每个人对这台车都有一些主观的感受。我就先从主观感受说起吧。我认为小米SU7给我的感觉，它就是一台很精致、很精美的车。这个车在现实生活中你看到它的时候呢，它这种很玲珑的这种曲面啊，还有很多的细节，确实是很抓眼球的。也是很年轻、活泼、亮丽的一台车，然后车身的颜色也很丰富啊，大家也都在网络上能看到各种的颜色了。我们选的这个呢是迈阿密蓝啊，其实就是小米SU7最早亮相的一支广告色，就是用这个颜色。那我个人是更喜欢那些偏金属质感一点颜色，有一个我们拍的那台低配版是吧？那个偏蓝色的颜色，每个颜色都有自己的名称哈，我记不住，但是反正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我觉得在色彩这一块，小米是做得很优秀的，就不同颜色的SU7会有不同的调性。当然，这台车本身的造型呢，可以说是争议和好评并存哈。因为好评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它放在眼前的时候，它真的就是很有质感。
争议呢，就是这个外形也真的是像保时捷，也像迈凯伦啊。我说说哪里像保时捷，就这个车整体的这个车头的这个部分，这个隆起，尤其你看现在我站在我的位置这样往前看，它就是很像一台718或者 Panamera 那种前盖的那种隆起感觉。还有这个车的侧面啊，这个水滴形的车窗，还有这个溜背啊，确实就是很像 Taycan。一定是像的，这个没得洗的，肯定就是像的，啊！但是这个也应回雷军说的那句话，就是要给年轻人造一台 dream car。年轻人 dream 的时候，你做梦的时候，你想要什么？你不可能说我做梦想要一台帕萨特，是吧？你一定是我做梦想要一台法拉利、保时捷、兰博基尼。那我能不能睁开眼之后，我回到我现实生活中，我就能实现或者靠近我这个梦想呢？那如果我做梦想要一台保时捷 Taycan， 但是那个我还要奋斗10年才能够得着。那但是今天我20多万，我可以买到一台就有这种感觉的车，那这不就是年轻人的 dream car 吗？是吧？所以我说，我越跟小米SU7相处，我越能理解雷总在发布会上说的这句话。不仅仅是一句营销，而是这句话真的指导他们造出来了这样一台车，甚至雷总有跟我说过，说小米SU7的外观设计是他强介入的。我问过他这句话哈，因为这台车设计师本身我也很熟悉，他的设计师李田园也是一个很优秀的年轻设计师，之前在宝马啊，现在在小米啊，这个整体的设计风格调性取向一定是整个团队的一个思考和抉择之后的结果。再说说细节，这台车的前灯呢，其实是有浓厚的迈凯伦的影子的。迈凯伦的720S 啊，就它的跑车就是这样。那迈凯伦那个灯稍微还要更三角一点啊，想比这个呢拉得长一点。那里面的4颗大灯呢，灯珠呢又很有保时捷的风格啊。保时捷现在就全系都用4颗灯珠，所以它确实是把迈凯伦、保时捷的一些元素融进去了啊！我说元素嘛，就是设计无非就是线和面的结合，无非就是圆的、方的、方中带圆的、三角形的、椭圆形的。你把这些元素啊揉在一起放进去，组合出一个大家都说好看的产品，我觉得在设计上至少这个功课交出来就是 OK 的啊。至于你说原创度呢，我觉得不同的品牌在不同的阶段，它对原创度应该会有自己的一些思考和坚持。比如说现在的国内的顶级大厂。比亚迪、吉利，可以说他们的设计都已经在追求原创度了。但是中国品牌要追求原创度也不容易的，因为每一个纯原创的产品出来，对于用户来讲，他都需要时间去理解、思考和接纳。相反，你如果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品一出来，可能你天然你在话题上，你在大家的接纳程度上就占据了一个比较优势的地位吧，哈。好了，这是我对这个车造型方向的思考。那再说说这台车本身它的大小哈，小米SU7是一台其实挺大的车，这个车5米长，轴距是卡整了3米，然后车宽是1.96米，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的传统的532的这种电动轿车啊。现在在市场上非常多532这样的车啊。那这台车的车资是很低的，1.45米的车高，作为一个电车，你丝毫不感觉到它是。底下是有一个厚厚的车底，这一点要大赞，因为你看到很多的电动的轿车，包括蔚来哈，蔚来是最典型，因为蔚来要换电，所以那个底做得很厚。但包括最近的像自己的 L6啊这种，都是难免把一个电动轿车设计的底下好像有一层高高的这种感觉。但是小米SU7完全没这个感受。还有一台车没有的，就是保时捷 Taycan， 也是一出来就你丝毫不觉得它是电动车啊，所以在这一点上也是从电池包的设计啊、整体的布局啊，到造型的追求啊，都是做得很优秀的。那这台车的风阻系数也是极度优秀哈，0.195啊 CD 值。那0.195已经是当今世界量产车的最顶尖的最低风阻的一个数据了啊。当然也有些别厂的业内人士也对这个数据有一些争议，他们说啊，小米这个数据是在实验室里用160公里的风速吹出来的啊，一般我们业内都是用140，甚至有的用120吹。如果你用低一点速度吹呢，吹出来那个数字呢，可能没有那么好看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车反正在实验室里就是能够测出0.195，而且在真实世界里，这个车它的续航能耗是非常优秀的，只有把风阻系数做得这么低，才可能把它的续航能耗做得这么好。
好了，下面我们来继续讲细节哈。我们讲讲这个轮胎。这台车总共有3款我们已经看到的轮胎啊，一个是标准标配的19寸，就是我们台400伏入门就是19寸的胎啊，胎的型号也不一样，那个是 Primacy。然后我们这一台呢是创始版的这个20寸的轮胎，这个是米其林的Pilot Sport EV 和 PSEV， 还有一个呢是比这个更大一号的21寸的胎，那个是最运动的，配的轮胎呢也是最运动的 P0。那个前几天有一台试驾车过来，我也看到也开过了哈。然后再看看轮胎里面的刹车，我们这一台呢创始版呢配的是 Brembo 的4活塞的大卡钳啊，里面是打孔的大的刹车盘。这个刹车最近也是非常多的争议哈，说它的规格应对日常使用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应对赛道呢，大家也都知道那个事情了，在赛道几圈之后呢，这个刹车片就会磨没掉啊，所以这个我在接下来的试驾部分，我会跟大家讲讲这台车刹车我对它的意见。然后再回来看一些细节啊，这个车有很多水滴型的细节设计，你看这些传感器，包括顶上的这个激光雷达，它都是做成水滴型的，跟这个车的整体的设计风格是非常一致的。然后这个碳纤维的罩，这个是创始版的一个。不能叫专属吧，赠送的一个件啊，也很漂亮。然后前面这里写着 Founder Edition， 这就是创始版。创始版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首批交车的5000台小米SU7。其实小米这回的上市整个节奏也跟别家不太一样啊，别家可能是预售期小订、大订、锁单，然后再等个1-2个月交车，是吧？但是小米这回它为了做到上市即交付呢，他们是提前生产了一些车，或者说在发布会的当天已经完全生产线已经提前备好料啊，只要发布会一上，立马他们就开始生产啊，所以他们就做了一批车呢，叫 Founder Edition。这一批车是最早交车的，里面有一些配置相对来讲是没得选的，比较固定的，比如说这些要送你就送你，没得选。比如说轮胎这个 Founder Edition 呢是选不了21寸胎的，如果能选的话，我相信我们阿卓也会选最运动那个轮胎啊，但是它因为了最及时的交车，所以有些配置呢相对是固定锁死一点的。好，再来看看这个部分，我喜欢的几点。第一，我喜欢这个门把手，它这个呢是一个平整的门把手，不是凸出来的，但是它又不是完全隐藏式的，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把手伸进去拉啊。它里面是有一个电触的开关，然后如果车锁了的话呢，你就拉不动啊，但是你任何时候都是可以拉的。这种门把手从使用习惯来讲是最好上手的，甚至你可以说从安全角度来讲，如果你要硬拉这个车门的时候，任何时候你都有一个施力的点可以去拉车门啊，这是我认为一个好设计。而事实也证明它这样的设计也能做到0.195的这么低的风阻嘛，是吧？所以我觉得其他厂家真的应该去普及这种隐藏式门把手，而不是那种一调过你要摁它把它拉出来的那种设计。好，第二点就是我特喜欢这个地方。它的车门这里是有一个 S 型的拱，这个可能我们要从这边才能看得见哈。然后这里有一个气帘啊，这是真正有通气的作用的，这个你看过去它是通的。包括车头前轮这个位置其实这里也是有一个气帘，也是通的，所以这个是把空气这样引过来，然后后面轮罩的这个部分，轮拱里面的部分呢，也有气流从这里出来啊，这些都是降低风阻的设计。好，再来说一个不是降低风阻了，是降低你的体感的这个难受程度的设计，就是它的玻璃。这是业内第一台把玻璃的这个隔热率和防晒率用了一张标签哈，贴在这里哈，写出来，你看，防紫外线率99.9%，隔热率97.6%。雷总自己亲自说的，说小米SU7可能这种加速性能没有被女性车主所认知，但是女性车主都记住了一句话，说小米SU7是一台特别防晒的车因为他们把玻璃的防晒率做得很好。那说防晒这个东西呢？我们还是敢认一点专业的，因为我们自己有贴膜店，我们的贴膜店的同事在拿到这台车之后，第一时间就对所有的玻璃做了测试，答案就是前挡这个车前挡的防晒率非常棒，非常优秀，基本上前挡你是不用去贴这个玻璃隔热膜的。完全不用贴好，我在开这个车的时候，外面很热的时候呢，我也用手在里面稍微感应了一下，摸了玻璃，玻璃有点发烫，但是你手只要离玻璃几厘米的位置呢，它是完全一点热量都没有过来的，所以这个前挡不用贴，它的天窗也不用贴，天窗的隔热率也非常的优秀，而且天窗本身也做的比较暗所以天窗你也不用担心它会晒。但是这台车它的侧窗的玻璃
的隔热率呢，其实在行业里属于很一般的水平，所以我们的建议是你买了小米速七呢，你这个尤其是这个前窗这个玻璃，因为它没有隐私的嘛，还是要贴一个膜啊，不用贴那种很黑的膜啊，不是大家不要以为这么黑的膜才能够隔热，才能够防晒，不是的，这个只是透光率，但是其实你只要贴一些好的金属膜，它可以保持很好的透光率，同时它也是非常隔热的啊。我们大家车的这个膜就是这个效果，所以我们测下来是这个车的侧窗还是要贴的哈。好。再往下，说说它这条车尾的曲线啊，在设计师的整个交流，他们说这条曲线他们不断优化，最终才优化出这台车的0.195的这么低的风阻。那有一点就是，对于性能车来讲重要的，就是除了低风阻以外，你还要这个车有下压力，还要有稳定性，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可升降的尾翼，这个升降还有高、中、低3档。力到高档的时候呢，还真的挺像个超跑的，那个角度很夸张啊！我甚至会觉得这么高的这个尾翼，那个应该说视觉效果大于它的实际的那个气流效果。实际气流效果有多少我不好说哈，这个要看实验室的数据。这个是它的充电盖，充电盖呢是电动的，按一下就这样打开，然后关闭也是电动的。然后它里面这个充电口的遮盖比较有意思哈，它只有一个盖子，这个盖子。慢充这边拿过来呢，你要把它反转之后再插到快充这里啊。那我们慢充的时候呢，我们就这样充，然后这边呢就盖住挡住，防止下雨。然后快充的时候把它拿出来，这样弄过去。应该说设计是很巧妙啊，但是我觉得这东西呢，因为它没有一条绳子牵着，所以它容易丢啊。有时候可能一不小心没有盖紧啊，万一没盖紧，它大风一吹。它有可能会丢哈，是会有这个问题。如果有一条绳子这样牵着，我觉得会好一点啊。好像这个东西不那么好用，哎，可以了，好，然后电动的关闭。看看后轮哈，这个车前后轮是不等宽的轮胎，前面是245，后面是265的，20寸就是这样一个配置。如果是19寸标配的话呢，前后都是245的再来看后面。我觉得尾灯是小米速七比较有原创性的一个设计，因为这个尾灯真的就跟保时捷、迈凯伦跟别的品牌都不一样啊，它是用了一个贯穿式尾灯，用了一个笑脸的造型啊，然后这个圆弧你细看的话呢也很精致，这个灯绝对是亮起来比不亮要好看很多啊。小米这个字啊，这个也是有争议的但我觉得。前面已经是一个很圆滑的小米标了，后面用这个字这样标出来，有一点差异也是对的哈。然后在下面这里是非常运动的一个扩散器的造型，只是造型，实际上这个车没有扩散器的，车底就是非常平整的，然后颜色做了一个匹配。好了，以上就是这个小米速七的外观啊，跟大家过了一下我注意到的一些细节。这台车总体上呢，就是它比较圆浑，比较流畅。比较韧性，如果以532这样尺寸的车来讲，它的车内空间的利用率其实不算高的，包括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在汽车设计上叫做 L113，这个车都是比较长的，所以你看它这里是浪费了一些空间的，但是它的后座空间呢，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些同样532，比如说极氪001那个车的整体的空间利用率就比这个车要高，但是它又是不是很小呢？倒也不是，我们先看一下后座我们先顺着刚才讲的空间利用率来看一看小米速七到底是一台多大的车，因为之前官方有个说法说小米速七是一台 C 级轿车，有人说你不是 C 级，你就是个 B 级，我觉得这个呢多少有点把自己引到一种没有必要的争论里头其实坐进来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空间，首先留意一点，它的地台其实是低的，因为这个门槛跨过来之后是下沉了一段的，有很多电动轿车门槛下来之后，大家留意一下，基本上就是平着的，因为底下有电池包。但是这个车呢，明显它地台是下降了的。然后还有就是它的头顶空间，内部头顶空间是比我预想的要大的，至少我挺直了，我还有个两三指的空间。我相信1.8米的人吧，还是不会说碰到头顶的所以从尺寸上来讲，我觉得这个车并不小的。但是我个人坐在后座的时候，我比较不满意的其实是它的坐姿就这个车的后座坐垫是比较平的，然后它的地台做的尤其平。地台平一般来讲，本来我们是要称赞的、夸赞，你看这个中间全平是吧？挪来挪去很方便。但是它这个平呢，会平到你的腿没有支撑，你的脚呢又必须要往下这样摁
摁了之后，那前面你看它座椅这里还偷了一个凳底的空间，你脚可以伸进去，只要你鞋不是特别大的话。但是当你的脚伸进去的时候呢，其实你看我1.7米身高，我坐在这时候，大家看看我现在的坐姿是怎么样的。我坐姿其实我的脚是一个这样的坐姿，不是正常的这样，而是这样，有点像跳芭蕾舞一样这样塞进去的。所以这时候其实这个腿呀、小腿呀，到你的脚踝的感觉是有些别扭的啊，你也不能这样做吧，是吧？这样做踩座椅这样也很古怪，是吧？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有的品牌，比如说保时捷呢，他们的电池包呢也是在这里挖了个坑，然后这里做了一个小小的斜面，有一个斜面的话，把你的脚这样稍稍抬起来呢，坐起来呢会自然一些的。但这台车呢，就是整个从人体工学角度来讲，它空间是挖够了，但是这个坐姿关节的角度呢就不是很舒服，主要是这个下半身，反倒上半身的靠背的斜度啊，头的这个空余的程度，其实我觉得都是 OK 的，包括纵向空间应该说是够的了哈。其实一个车只要你坐在这，你伸直手，你摸不到前面的座椅，前面是我的驾驶位，这都已经算是一个足够你这样去活动的空间了。所以这个是后排的空间啊。下面再来看看这台车其他的空间。尾箱盖的开关呢设在了这里哈，这是很方便的。其实我有个建议，我觉得这个尾箱盖开关如果设在小米的这个 O 圈中间这里，好像更加顺手哈。有的车就是这么做的。好，打开之后呢，一个正常的标准的3厢车的尾箱大小算是合理了。你看我前面呢把座椅4/6分割放倒，我放倒了一边，你看看它是那个中间的那个衔接位是做到一个纯平的，衔接位纯平，但是座椅的靠背呢略微有一点点角度，两边都放倒的话呢，其实你去露营的时候，这个车是可以，我觉得可以稍微躺一躺的。你看，在这里躺一躺可以但是就还是有点别扭了，身体要从这里穿过了，也没有做到完全的全平了但是以3厢轿车来讲呢，这个靠背放倒，我觉得已经做得很优秀了。然后它在这里呢有一块板，这个板打开之后呢，底下有一个坑这是很多电动轿车都有的，特斯拉都有的。但是大家留意一下我们这台车它这个坑呢只挖了一半，这边是一个平台原因就是800伏的版本呢，它这里有一个升压的一套机构所以放在了这个地方。整车布置上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放了，所以800伏版本这里就有一个机构，然后它就只剩下半个坑。然后如果是400伏的那个低配版呢，反倒这个地方会更加的大，我们可以过去看一下那台车。这边400伏的这台低配版呢，它就没有了那个凸起所以这个尾箱呢会大一些，可用的空间宽度呢是整个宽度。好，我们回到这台800伏看一下小米原车随车附送的这个 Toolkit 工具包有什么里面反光背心，还有一个拖车钩，没了这个车原车是连充气机补胎机这种补胎液这种都是没有给你配的，所以轮胎有任何问题，哪怕是漏个气，都得要叫救援，或者你自己买好一个补胎液应急补一下胎，但是如果胎完全没气的话呢，就没办法了。然后这里有个小网兜，这边有个小挂钩，这里有个12伏的插座。然后我给大家看看这个箱子一直放在后面，这是啥呢？这是阿卓提车的时候的箱子送的是一个合影创始版的这个证书这个创始版的数字是可以自己选的，可以按你的喜好来选。然后还有个帽子。你看，这还是挺用心的。这台车就是给人的感觉做了很多很用心的事情这是尾箱没完这个车还有个前箱。开前盖有没有实体按键呢？是没有的没有的。那我们在车机里面找小爱同学，主驾请讲。打开前盖。前盖打开了。还是语音好用这个前盖呢，应该不用再开什么开关的了，直接搂起来就可以了。这里有个很大的一个行李箱，放那种薄一点的登机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厂家给了个数据说这个地方的承重是20公斤，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那种3电等等那些设备的，前面还有前电机的所以这里注意承重20公斤，意思是什么呢？不要把妹子放在这里也不要让妹子坐在这里拍照，最好不要。然后前面很有仪式感的，有一个标签写着21000 RPM， 这是电机的转速，495千瓦，838牛米，第300小米。
非常漂亮。其实同样的标签在后面的那个电动升降尾翼升起来之后也有一个，但是那个可能车主自己很少会见到，因为尾翼升起来基本上都是在行车的过程中。这个前盖关上呢，稍微有点技巧啊。首先，你不能像老旧的那种油车那样直接这样关，这样关是关不上的，关不紧的哈。你必须要再加一个力去压它。怎么个压法呢？我们一开始我们觉得这么大一个盖子嘛，我们双手这样两边压，发现两边压呢也比较难压，不是说压不紧，比较难压。后来我看了小米官方的那个答疑哈，他说是在小米 logo 的前方的这个区域去按压啊。其实事实上它的门锁扣也就是在这里，这样一摁就能摁下去了啊，这样就摁紧了。但是呢，它没有像保时捷、法拉利那种摁下去的时候有一个清脆的咔的一声。这个车你看我刚才摁下去，其实是没有什么回馈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摁紧了没有啊。但是这个车有一个设计，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你看一下啊，我再打开，小爱同学，在。打开前盖，小爱同学，我在。打开前盖。前盖打开。可能我关门的动作太快了，它如果没有人、没有开着门的情况下，这个语音它是不识别的。好，如果你这个门、这个前盖真的没关好的话呢，你只是这样压，没有完全压好，你也是开不了的。就是行进中，它也是不会说被风吹开啊什么，即便你没关严，它也不会吹开。我觉得这个设计也算是安全的。可能有些女生操作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下子以为关好了，结果没关好就上车了啊，这是一个安全设计。还有这台车有一个我在别的车上至今没有发现过的安全设计，就是它的那个乘客的车门啊，如果没有完全关好的话，完全没有完全关闭啊。当然我们这一台是因为它是有电吸门哈，但是还有那台低配的版本，我们是发现，如果你没有完全关闭呢，你开车的时候，它会提醒你车门没关闭，但是你在里面是无论如何，只要车在动，无论如何都开不了那个门的。只有停下来之后，停定了才能够再开门再关上。就是说，它没有关严的这些门，也是不会说意外的被打开的。这个我觉得算是一个小小的安全上的一个细节，其实可以表扬它的啊。好了，说完这些很细节的东西，下面我们要进入车内，讲讲这台车另一个需要讲很久的环节，就是车厢的体验。来吧。如何证明这是我们自己的小米SU7？我要撕膜，这个屏幕上的这块膜很漂亮哦，撕完之后还是有这个车的印子在这，然后只要一上电呢，它就会翻开。其实刚才看到这种翻转屏的设计呢，也不是小米原创。之前的迈凯伦720S 那个跑车是我印象中第一个现代车型用翻转屏的，然后后来宾利的那个空调出风口也是翻转的，所以小米真的就是把一些很高级的车的一些元素放到了这个车上，包括坐上来之后，其实整个氛围感都是有一点这种顶级车的感受的。就是我一坐上来，我看前面这台车它的整个仪表台的设计，整个线是压得比较低的，这个车窗边缘比较低，离路面比较低，然后它的车头呢又是尖的，往路面插下去的，所以我在这里看下去，其实我是能看到比较多的地面，然后再加上两边前轮拱两个隆起呢，这个感觉就很像开保时捷911，很像开一些跑车超跑的那种感受，就是你能看到比较多地面啊。这种在驾驶者上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体验，它会让你感觉到这个车更加的贴地，而且视野也确实更加好。然后这台车方向盘的造型也是很通透的啊，就整个造型都是这种很镂空、很通透，这也是一种超跑的设计的手法，就是让整个驾驶者看出去仪表整个感觉是比较通透一些。然后我们这台是高配的版本呢，是有抬头显示的 Max 版标配的抬头显示，另外两个版本是没得选抬头显示的。那我觉得即便这台车没得选抬显也无所谓，它前面这个屏幕的位置观察起来还是很轻松的。当然这台车抬显也很漂亮，它那个抬显的面积很大，里面的信息很清晰，而且开起来的时候抬显的稳定性很好。这个我最近我的车评可能会提到这一点，就是有些抬显它稳定性不好，你车子在动的时候那个抬显也会在动，然后会有一种让人晕眩的感觉。但是这台车小米SU7这个抬显
匹配的相当好，所以这是人体工学的层面，我觉得这台车是做得很好的，没有压迫感。包括副驾坐在这的时候，其实前面看出去也没有压迫感。好，然后整体的车厢设计的中心呢，当然是这个16点几寸的很大的一个屏幕啊，下面还有一排硬件按钮，这个我一会儿说啊，这个是一个亮点来的。所以这台车的车厢设计呢，并不像很多现在主流的新能源车那样，就是围绕中间一块大屏幕，可能2块大屏幕，然后前面再给你数一块屏幕啊，3块屏幕，然后剩下的东西就平平整整啊。小米SU7它是用了很多有造型的、有立体感的设计，可以说设计师是没有偷懒的，在这个车厢里面。那同时它有些东西它又做得比较克制，比如说氛围灯，这台车的氛围灯没有说一条啊整条的放在那儿，它氛围灯是藏在这些缝里头的，这里有一个氛围灯，还有就是它顶上的这个按钮急救按钮的区域，这个圈这里也有一圈的氛围灯，但是没有一个氛围灯是外露的，这个光都是慢慢渗出来的啊，所以SU7的氛围灯不是那种很炫目的风格，它是比较内敛的光慢慢渗出来，从这里渗出来的感觉哈。好，说完设计，说用料。整体上你摸得到的用料呢，都是有质感的啊。这个是一个仿木纹饰板啊，也是很有家居感。然后这些仿金属的，我不知道是仿金属还是真金属啊？这是真的铝合金吗？还是仿的？不知道，摸不出来。好，摸上去还有一点点冰凉的感觉，但这种金属质感也是带有一点点哑光，不金不银的感觉，也是比较高级的。然后门边这里是一个类似于翻毛皮的这种感受。然后顶上我们这台 Max 版呢是毛绒的顶棚，其实我更喜欢那台400伏的入门版啊，2159那个版本呢，它这里用的是一种类似牛仔布的材质，摸上去更加的年轻。继续看这个车，其实很多细节啊都是做得很到位的。你看这个遮阳板啊，遮阳板的这个化妆镜，这个连这个盖板磁吸很漂亮的啊，这个柔光的化妆灯也是女士喜欢的。同样女士喜欢的还会有这个啊，你看这个独立头枕，这上面打孔都很漂亮。然后这个拉手啊，这个拉手呢，你看做的像一个皮包的那个拉手一样，这是皮的哈，皮革的，有缝线的，然后有2个金属的手扣。有人说这个拉手不好拉啊，手大了不好拉，我觉得无所谓哈，这个在造型上，在质感上带来的档次提升要非常的显著。这个车一共有3个这样的拉手啊，非常赞。所以这就是这台车在细节、在做工用料上，我觉得是交足功课的啊。其实我发现了一个小的瑕疵，在这个按钮这个缝这里，我发了一条微博，然后小米的研发总监胡真然啊，胡总就回了说他要改进啊。那我觉得这种态度也是很厉害的。刚才看那是有质感的地方啊，但这个车呢，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是质感先行的。比如说方向盘的这个区域呢，其实我觉得它是牺牲了一些质感，它换来的是一种更加素雅、更干净、更专注的感觉。因为它整个方向盘这些按键，你看它是没有任何的金属质感啊或者装饰，它就是跟方向盘的这个辐条一样，就是一个灰黑色的塑料感啊。但是这些按键其实布置是很清晰的，这边是驾驶辅助的，这边是多媒体的控制，而且这个旋钮本身的手感非常好，它也可以摁下去啊，旋钮可以摁也可以拨。然后下面也有2个旋钮，一个是驾驶辅助的开关，一个是驾驶模式的这个旋转，这个手感也是一格一格非常清晰。然后这个是开快车的时候一摁下去有一个20秒的 boost 的模式啊，这都是你看起来它不起眼，但是你用起来的时候它给到你的回馈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认为这个方向盘上面的按键，我个人是没有吐槽的，我认为是一个对驾驶者很友好的设计。我觉得从驾驶者的车的角度来讲，我不希望方向盘上的按钮设计的过于花哨或者过于的精致。这个可能是一些取舍吧哈。方向盘是给驾驶者用的，那其他的车厢的设计呢，就给全车人用的。这个也是小米SU7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我甚至可以说它的空间设计是做的很绝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先看最常用的这个区域啊，康手的区域，前面就是2个放手机的托盘啊。这里有一点点小吐槽，就是小米作为一个手机厂，它竟然只有一个无线充电的卡座，右边是没有的，只有一个有，这边是带通风的，是50瓦的啊。小米手机放上去就50瓦的快充，但是只有一个，这是有点吐槽的，因为现在其实很多时候是要有2个手机啊，即便副驾不用，有时候像我一个人我都有2个手机，可能同时在充电啊，所以如果做2个会更好啦。然后再往下，这个是杯座。
这个杯座是一个开口杯座，本身它也可以放手机对手机很友好，但是对饮料呢不是特别友好，因为呢它放大的饮料瓶没有问题，是卡得住的。它这里面有一个这种带弹力的这种卡扣带弹力的设计很简洁大饮料可以卡得住，听装可乐可以卡住，但是细一点的饮料瓶呢就卡不住了。开车的时候你就不能放这个饮料瓶，那是噩梦所以这个有人说强烈要求小米改进说加什么卡扣加这个一些卡紧的机构。其实我觉得把这个杯座是不是可以再挖深一点点呢？但是也难，因为它就是这么浅了。为什么它就做这么浅呢？我们往下看下面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中间的储物格，这个是很多新能源车都有的，但是它这里面还挖了几个坑。这里一个这个坑呢是带有这个拼口可以接香氛的一个香氛盒子插进去，这上面还有一个小坑，这里你可以塞一点自己的可能是一些首饰盒什么的比较私密的东西。在这前面还有一个坑，这个坑呢你可以再放一个手机，不常用的手机也可以放在这。这台车中控就已经可以放这么多手机了，它还考虑到副驾如果还有一个手机要放呢，你看一下我现在放到了副驾车门上，那个位置也是做了一个带夹子的夹槽，你看带弹力夹子的，手机可以在上面夹紧的，是吧？如果你不想放那里呢，你也可以把手机放过来就给我就放在，你看这是我的副机，我就放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也很紧的，开车的时候急刹车急加速它都不会甩出来，所以放手机的位置其实已经非常友好了。这还不止小米还设计了2个手机支架的位置，左边 A 柱这里有一个，右边这里也有一个，就是这个看起来很精美的小金属扣，那个手机支架呢是在商城可以买得到的。雷军的原话就是说，我们买了一箩筐的手机支架都没有一个好用的，那我们作为手机厂，我们必须把这个痛点给解决了但是实际上这台车没有太大的需要在这里放手机。因为前2天我也八卦那个余承东余总华为余总说，只有车机做不好的厂商才会考虑给你做一个手机支架。那其实小米不是说做不好车机，小米只是说你如果想放这我就满足你，你真的不放的时候呢，这个车子也多了2个装饰的小小的装饰件，我觉得也算是造车的一种心思的体现。好，讲完这个配件呢，这个车还有一个可以说是万众瞩目的配件，就是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屏幕底下的这一条实体按键这个车原车在中控台这里有5个实体按键，前面这里呢是我觉得是多余的，就这个车的上电和下电开关你完全可以不用，这个车一上车直接你就可以一踩刹车它就上电了，走的时候直接锁车，所以这是一个多余的按键只是满足你一些可能有仪式感的人喜欢，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我就是要断电，我就是要上电。然后下面呢是空调的温度的升降、风量的大小调节，还有尾翼的升降，还有一个空悬的升降这2个是高配 Max 版才有Pro 版也加了这个尾翼升降的按键，但是你看它空调本身已经可以在这里调整了，那现在呢它又多了一条硬件按键在这个下面，这个下面这一列呢就是用来主要就控制空调的，而这一条东西呢原车是没有的在我们那台低配的版本上借回来那台车呢是压根是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我们这台车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是可以在小米商城上买的，这是我们自己去商城上面下单买的，499块钱就是这么一条东西。买回来之后呢，装上去在车机上操作一下，然后还有2个小螺丝拧上去，拧得很紧的，它不会掉下来的大家不用担心说一不小心一碰就把它给碰跑了，不会这个东西你顺便你看这个盒子这么长这个手套箱还是挺深的，放进去可以关上这个硬件按钮应该说很多我们这种老司机呢看到呢会很亲切，因为新能源车呢就只有几个屏幕没有按钮呢，总给人一种好像不太踏实的感觉。好，现在有了一列按钮在底下，好像就踏实了，但实际上这列按钮呢你看它的功能是有点重复的，本身我这个屏幕就可以很方便的，它这个车机的界面就可以很方便的去控制它的温度，然后这里呢又有2个实体按键是可以控制温度的、风量的，然后再来这一列呢又有3个按键又是控制温度的，你看和风量的就这3个操作方式其实是有点重复的，然后还有当然它有一些功能呢是做出来的，像这个空调自动模式橱窗你看橱窗前后橱窗这些都变成一键了，就更加的方便啦，是吧？然后我觉得这个实体按键这一排呢，最大的贡献呢还是这个，就是多媒体的播放和音量，因为
人啊，我觉得人这种动物啊，我开过这么几千台车之后，我觉得最好的音量控制方式还是旋钮。同意的可以举手啊，其他的什么按键啊，什么一个菜单上下拉呀，这些都不是最直观的，最直观的还是旋钮，这也是最快的。然后静音的时候一按，是吧？播放暂停一按，所以这个最成功的就是旋钮做出来了。但是又批评他一下，这个旋钮的手感，我只能给他打个不及格。这个手感本来就一看啊，如果有那种 HiFi 的手感呢，就特别好，丝滑一点。但这个手感呢，塑料感很重啊，这个50分吧啊，也不是。如果能把它打到90分的话，这个东西再多加100块钱，我觉得这个东西价值就更高了哈。我后来想一想啊，小米的这个中控物理按键呢，可能推出的有点太仓促了，就是为了在发布会上展示给大家看有这个创意，然后交车的时候立马要上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建议小米再做一版。就空调按键不用占全部了，空调按键有那么3、4个就够了，然后再腾出1、2个呢，做一些很常用的操作，比如说开前盖是吧？还有这个，比如说自动大灯的开关，还有什么行车记录仪瞬间保存等等这些，其实也可以做物理按键，也是常用的。那还有你可以留出2、3个是纯自定义的，是吧？用户可以自定义，然后对应的功能呢显示在上面这个 UI 这里，这样你想要什么功能都可以用实体按键来操作。当然，这个音响键、音量键这个不要变哈，这个一定要保持现在这个旋钮操作，这个非常好。但是你可以把这个质感不够好的旋钮呢，把它做成质感更好的水晶切割的，是吧？手感更加高级的，然后出一个进阶版本的物理按键啊，卖个899，我是肯定会买的啊。雷总听一下，再出一版哈。好，除了这一排辅件呢，这台车还有其他的附件的啊。这个你可以去看一下后座，在这个靠背的后面呢，它原车留了2个这样的孔，这个可以插一个转接的一个托架，然后这个托架要在商城上买。买完这个托架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小米的 Pad 或者是苹果的 iPad 是可以通过一个背座直接跟这个托架相连，相连之后再在这个 Pad 上面装一个应用，你就可以在 Pad 上面去控制车上的空调多媒体等等这些功能，就是让后座也可以在这里实现车控的功能我们这台车就没有买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后座很少坐人。但是前几天来的那台厂家的试驾车是有2个 Pad 在这里的，我也简单看了一下是可以控制。但是有一个问题，就那个试驾车的这个地方其实已经有异响了。激烈驾驶的时候，已经在后面已经有点咯咯咯的那种异响了，所以这种东西是比较容易产生异响的即便新车的时候不产生，可能你开个10万公里之后都有可能所以这个要想清楚。当然，你的 Pad 也不是说老挂在上面，你可以取走的嘛再来看一个有趣的附件，就是在这里，这个车呢正常的后座出风口，正常的手机充电口，但是它最厉害的是什么呢？它这里竟然有个冰箱。冰箱在 SUV 上很多见理想那些车什么很多见，现在有些10来万 SUV 也有了，但是轿车3厢轿车能够给你一个冰箱的，这真是第一台我看得到的。而且这个冰箱的大小呢，你说大也不大你看如果是脉动的话，2瓶放下去正好躺在这，缩小也不小厂家说可以放6听可乐就短一点的可乐瓶可以往里去放6听，而且它这里做了一点点防滚的设计，如果你开的不太激烈的话，一个水瓶在里面是不会滚的。放1个也不会滚，但是我试过稍微激烈一点跑山的时候它就会滚了这心思不止在前排在后排这个座椅的底下，这个车竟然都还挖了2个坑，你看左右两边都有2个坑，外露的也不深。这个最适合放什么呢？放那种折叠的雨伞这里哇，想不到吧，竟然有把雨伞，下雨的时候随手直接不用下车这样一拿就可以拿着下车，非常好。讲完一堆配置之后呢，还是让我们回到驾驶位了我们开始讲这个车的人机操控的界面了。首先我说这个车让我非常惊喜的一点是我看到有些用户提车的时候，我就觉得竟然能这样就是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呢，它取消了后视镜跟方向盘的调节的实体按键输气器也不例外，这个输气也没有了。一般来讲，我们是要打开车机的菜单，找到一个调节方向盘、调节坐姿的界面，然后再去方向盘的按钮去调这台车也可以这么做，但是它呢还可以用语音直接来调你看小爱同学，主驾请讲。方向盘调近一点，搞定，往里调了10%。左侧后视镜调下一点，左侧的调低了10%。 左侧后视镜往里调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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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侧后视镜往里调20%
左侧的往里调了20%。方向盘调到最远。好，调到最远了。就是你都不用去找菜单，你也不用激活一个菜单之后用这个旋钮来控制，它就更进一步了，完全可以用语音来完成这个。我觉得这个超级友好啊，非常值得称赞。然后它整个语音在整个过程中也都很好用了。小爱同学其实在很多的小米的这种语音的家居的设备里头，大家都用得很惯了。我本人也在最近开始用这个小米的手机。那我发现如果你不登录这个车的车机的话呢，你上到一台陌生的小米书期上呢，即便你是用小米手机，然后你可以用语音去激活这个车的功能，同时你的手机呢也会应答的，就这两个东西它会冲突的。我在那台低配版本上，因为是我们租回来的车，我没有登录我的账号的情况下就有这个情况，这台是我没有登录的版本哈。小爱同学，在风量调到最小，已经是最小了。操作哪一个设备？你看吧，车知道我要调空调风量，但是手机是不知道的。好，刚才那个情况呢，也仅限于那个车不是你的，或者说你在开着小米，然后你的一个乘客他也是用小米手机，有可能你上来喊的时候呢，会把他的小爱同学也激活了啊。但是一会再叫你啊。但是我如果自己是用小米手机，我又登录了同样的账号的话呢，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我上来手机往这里一丢，只要我一叫小爱同学，它都是车应答，而我的手机是不会应答的，它是有这个防冲突的功能的。那这个车的语音好用到什么程度呢？前排我不多说了，我说说后排哈。后排它除了有4个座位以外，它还有第5个座位，它是一个5区的感应。我们让后面中间的同事你喊一下，小爱同学，中间请讲。打开车窗。车窗打开了。你看到吗？他坐在中间的时候是左右两边车窗一起打开，然后我现在把车窗关上哈，子轩，你再挪到边上去试一下。好，假装。小爱同学，左后请讲。打开车窗。打开了。看得到吗？它能精准识别你是坐在左后、右后还是后排的中间，这个5区识别。又是我目前看到的第一台，就连那些最早做这种分区识别的，像理想啊那种，他们也做到了前中后3排，但是他没有做到后排的中间的识别。当然，后排中间除了打开车窗，还有什么其他的场景我也想不到。这个车在后座控制空调的话呢，它是跟前座是联动的，后面没有独立的空调啊，所以算是一个炫技的功能吧。整个语音目前我唯一的槽点呢，就是它没有免唤醒的功能，就是每次你用什么功能都得喊一下小爱同学啊，你不能说直接有时候听歌的时候就说一下上一首啊、下一首啊这样啊。这个免唤醒功能呢，据说小米内部的人是这么讲的，说我们所有的家居设备都是要唤醒的呀，如果不唤醒的话，那可能家里老人小孩说一句话，那个小爱音箱就说啊什么什么，那就很烦啊。我说是啊，家居是那样的场景，但是在车上不是，车上是你一个人开车的场景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不需要老去喊小爱同学啊，是吧？我可以直接的就是说一下上一首、下一首。空调多少度啊？这样他们也都接纳了意见，说下一个版本会 OTA 上去，这个对小米来说毫无难度。好了，说完语音哈，下面来说说这个车的车机了。小米的车机，首先它最大的一个功能呢是它的账号跟你所有的其他的小米的家居啊、手机的账号是完全打通的哈。那只要你是用同一个账号登录呢，我的手机，你看我小米的手机一上来之后呢，这里会出现一个手机的一个按钮，我只要一点这个按钮呢，左边就出现了一个手机。你看这个手机的界面跟我的这个手机现在是完全一样，完全同步，你看到吗？打开微博。我可以两边操作，哪里都可以的。我可以操作手机，你看，打开微信啊，我也可以直接操作我的车机，而且你看这个反应速度、响应速度是不是几乎是一样的呀？是不是？因为它只要拼到这里之后，它用的是手机的芯片的算力，这时候它其实是完全是手机投屏的一个原理，它里面调用的全部是手机的芯片算力，所以你在这里就等于是玩自己的手机一样，你手机可以放在这里充电，你不用动它，是吧？你可以在这里玩手机，刷小红书啊，回微信啊，都是可以的，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功能啊。然后这个功能你不喜欢的话，你按
啊，它又回到车机了。然后车机的界面也是我喜欢的，我个人觉得目前对于这种方形的屏幕来讲，最好的界面就是这个3个卡片的界面，一边是车的功能，包括辅助驾驶、行车之后车速等等的显示，在这个地方，一个呢是导航的功能，导航其实这么大一个卡片，已经比你的手机导航都要大了。很多人我们用手机的时候，我们觉得立着手机在这导航已经够用了，所以这个导航正常来讲，这个界面其实就已经够用的了。那还有第3个就是多媒体的卡片的功能，很快的，我都不用回到菜单去选多媒体，那我就直接在这里就可以操作。那如果你习惯看大一点的导航呢，你可以把这个这样滑过去。你如果习惯导航放在左边呢，你可以把它这样，导航可以整个这样带过来，非常方便这样你可以自己去调整哪个卡片在哪个位置，特别好用。我觉得这是目前整个车机行业最理想化的一种排布。那还有理想也是这样排布的，但是理想的 UI 设计我觉得都没有舒淇的这个做的这么清晰。理想那个是一片灰黑的舒淇这个还有一点色彩的搭配，然后常用的功能全部放在底下，也非常的好用。你看空调这些，它长期就显示在这，这个也是很值得其他车企学习的。有很多车企那个空调还要点一下中间的空调，然后再去调节才弹出来，但是这个车呢，长期它的空调就在左右两边，还有这个快捷的应用菜单常用的应用都可以用。然后360的界面，这个360呢，屏幕清晰度是不错的，但是它的摄像头在夜间的时候，尤其是两边2个摄像头，夜间是比较暗的。还有就是那个后摄，我不喜欢它放在了车牌照的那个上面的那个位置，就是放在保险杠很偏下的位置，所以在开起来的时候呢，它不好去判断距离好，看完360，我们再回到这个菜单看一下常用的车辆的设置菜单。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左右卡片的设计。这里面的功能呢，其实像什么门锁充放电这些我都不多说了，基本上这个车就是业内的想得比较周全的一个方案很多的细节的设计都有。那我特别想说跟驾驶相关的，就在车辆控制驾驶偏好这里，它有一个六阵图六角形六边形战士的意思，六阵图。然后这里面呢有一个框，这个框呢是会随着你的驾驶模式的改变，这个框是会变化的。你看我调了运动加的时候，它就往上了，通过性、舒适性、经济性都会降低为什么通过性也降低呢？因为这个车有空悬它可以升降的。然后舒适性的时候呢，舒适性多了之后呢，动力性、灵活性就会下降灵活性没有下降一点点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目了然告诉你，你在改变这些设定的时候，你的车的性格会有什么变化。而且它划分的这几个维度我觉得也非常好就是动力性、灵活性、经济性、舒适性、通过性、稳定性，这不就是我们平时跟大家讲车辆动态驾驶的时候的那些差异吗？我们通常都是展开来讲，它这里就把它概括在这里了，用一个图去展示。而且还有一点，就这个车的自定义模式除了舒适运动、运动加以外呢，它还有2个自定义模式。这2个自定义呢，它的原先的默认呢，一个是经济模式，一个是新手模式。新手模式你都想得到了，可能一切都给你最弱鸡的包括最高车速，新手模式只能开到140。但是呢，我喜欢的是你可以自定义一切的东西，转向手感能量回收阻尼稳定控制都可以自定义。然后你还可以自定义完之后呢，你还可以给它起一个名字。你看在这预设管理这里，你看我起了什么名字？我设了一个最运动的模式，叫做目空一切；设了一个最温柔的模式叫做人畜无害这就很好玩了，是不是？这不是什么很高技术的东西你这样自己一下子就记得住自己设定的是什么模式。但是为什么别的厂家一直都是只给你一个固定好的模式，就不能让你自己去给模式起个名呢？是吧？就小米就想到了。而且像这种框，你看人畜无害是这样的，目空一切是这样的，是吧？这不就是一目了然吗？其他一些功能我就不多说了，基本上行业里有的它都有。然后8295的芯片也是行业最新的所以说音响这台车的音响我听下来我是给高分的。我们在 Max 的版本，它的音响也有这个天空喇叭，然后整体的音质呢也很细致，层次感也很好。有个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大家就当做我音响不专业我觉得这台车的音响比我们那台问界 M7 也是顶配版本的那个华为商的音响效果要好，
可能比较吻合我的耳朵。音响这个东西也是见仁见智哈，你也可以说我是木耳啦，反正我觉得这台车音响我打高分。好了，这就是这个车机上的亮点哈，其他的可能不是亮点，人有我有的东西我就不再展开说了啊。车机的界面啊、芯片8295啊，这些都是行业的高水准。下面讲了这么多，我们还是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了，就是把车开动起来，这一块才是我真正在这个车评里想带给大家的核心价值。因为我知道最近小米的试驾非常的火爆，你去店里预约试驾，可能当天都预约不上，过2天预约到了，每个人也只有15分钟的时间，据说这15分钟也只能开一开绕一绕，自驾也没法体验，当然更没法体验激烈驾驶，可能也没有办法让你同时体验到低配和高配的车型有什么差别。而这些问题我通通会在接下来的小米SU7动态体验里头告诉大家。下面我们去开车吧。来到动态驾驶的部分啊，小米SU7最近的很多动态驾驶的性能话题呢，基本上都是源自它那台 Max 版本啊，就800伏的版本。但是我呢是决定在动态部分呢，我首先讲讲这台入门版，就215900你能买到了这台后电机版本啊，因为这个车呢入门售价便宜啊，估计很多人呢会选择它，可能头批的流量博主都会买那个800伏。Max 版都在讲那个车啊，包括我们阿卓都在讲那个车，但我觉得长远来讲，应该主销的就是这一台400伏版本啊。那我就来讲讲这台车驾驶感受。动力220千瓦的后电机，这个动力一点都不弱。小米的动力调教哈，其实这台也是400伏，也是那台800伏也是，它都是把头段的动力调得非常的灵敏，就轻轻一电下这个电门，这个车就窜出去了。好处呢就是你在起步或者说在超车的时候，你的电门都不用踩那么深。但坏处呢，就是你在低速走停啊、堵车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电门还是挺敏感的，尤其是放到运动模式，它会更加窜，就那个窜的感觉，你会觉得好像开着一个燃油时代的宝马 M3、M4 的那种双离合那种车，这样非常的不平顺。所以这台车我觉得它是刻意的在动力上呢要营造出一种很生猛的感受啊，但是对新手其实在中低速的时候呢不是那么友好啊，需要去适应一下。动力特性其实就奠定了这台车的一个基础性格，它就是响应快、生猛、灵活。那这种性格呢也延续到这个车的操控上。小米SU7是一台你一开上手可能走500米啊2分钟你就能感受到这个车很好开的那种车，就一坐上来就会觉得它很好开啊。源自几点哈，第一，它方向盘很轻很灵，转向比贼快啊，打一点点这个车头就有响应。这个转向圈数看一下，1圈、2圈、2又1/4圈，特斯拉是2圈整，所以这个车已经接近特斯拉那种快转向比了。第二点就是这台车的底盘总体上是一种扎实而灵动的感觉。它是比较硬的，它会传递一些路感，但是呢，你有一些任何的动作，无论是跌一脚油门，或者说摆一下转向啊，这个车马上就真的就很快的去执行你的指令，所以是一台很跟手、很跟脚的车啊，这些都会共同造就出它一个整体的，一上车你就会觉得哇，这台车好开哦。因为人都是喜欢跟手跟脚的东西嘛，是吧？没有隔阂感的，你就会觉得好开。所以SU7的整体的驾控性格啊，就这台入门版本就是一个开起来很清爽的、很利索的车，这是总体性格。这个悬挂真的我几乎可以用完美来形容，就它的贴服性、它的悬挂阻尼那种调教是非常非常适合我们中国的道路的。我们中国路什么多啊，除了平路多以外，减速带多、坑多、洼多，是吧？这个车在过沟、过坎、过坑的表现上，它那个阻尼，我认为是现在20多万的非空悬的电动轿车里面 No.1 调的最好的一台。在它之前呢，我认为特斯拉 Model 3的那个悬挂阻尼在应对一些坑洼的稳定性、贴服性上也很好，但是它有些过于运动，就是有时候你人坐在上面会觉得有点像改装车被拉扯住，不舒服，那是特斯拉的感受。而这台小米呢，它做到了在过沟过坎、在贴服性上完全看齐特斯拉那种高水准，但是在乘坐感方面呢，它又不会让你觉得这个车绷得特别紧，尤其在前排，它是一种
松弛和贴服这两者平衡的非常好的，唯一平衡不够好的就是高速变道啊，稍微这个侧倾会感觉来得大一点。但除了这一点以外，这台车在其他时候我用不同的车速过各种大大小小的减速带，它表现都是几乎可以说是完美的表现，就过了之后一点多余的动作都没有，砰一下就贴在路面上。然后这个车过桥头跳，无论我坐在前排还坐在后排，它都是非常从容的，非常淡定的就把那个桥头跳一过啊，然后压住，又很柔和的去消除了那个多余的震动。它不像特斯拉一上去把你死死压下去之后，你会觉得这个车是把你摁在那里的，是不自然的。但是小米输气的处理是上去的时候很从容的吸震，下去的时候又很自然的把你贴服的放回这个路面上。这个底盘除了过沟过坎好啊，它走一些破损的道路的时候呢，它整体那个车身刚性、底盘刚性也是很扎实的感受啊。它底盘会有很低沉的那种嘣嘣嘣那种碰撞声，但那个声音是你听得其实挺爽的声音，因为没有任何的异响，没有任何的松动，即便坐在后排走烂路的时候，还是觉得这个车很结实。所以这个机械悬挂，我觉得调教上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优秀。刚才讲到前排是很贴服啊，我在后排坐了一下，后排在过桥头跳和过减速带的时候，那个贴服度也是非常好的，给个高分。但是后排在走在平路上的时候，一些很小的起伏的时候呢，反倒是有一种像改装车的那种上下颠的那种感受，那个感受在前排是没有的。讲到后座呢，我们也来讲讲整体的舒适度哈。这个车的底盘在路噪的控制上，我觉得是中上水平的，因为我拿它跟极氪007两个车在比较粗糙路面上都对比过，极氪007的路噪声比这台还要大一点啊！就我们这个车的轮胎跟极氪007完全一样的，都是米其林的 ePrimacy， 连尺寸都是一样的啊！两个车的后驱版用的轮胎完全一样。然后小米速7走粗糙路的时候，路噪声比007还要更好。然后在高速上呢，基本正常吧，这个风噪不大不小的一个水平啊，正常的法定车速内开呢，总体上还算是一个安静的车。但安静的来，它是有一些路面的滚动噪音，你是能听到的，它不是那种很静谧的去隔绝一切路感的类型。那下面呢，我要挑一些我在深究开的时间长了以后，我对它不够满意的，或者能够挑出一些瑕疵的地方。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车的转向呢，其实是不够准的，它是一个很轻的转向啊，非常轻，在日常的舒适模式下，你看这样打转向很轻，但是轻的来呢，它的指向性不准。你看我现在走在直线上，我这样摆一下，其实这个车不是说很精准的，可以很线性的控制它摆动，它是有一点隔阂感的。虽然它转向比例非常快，就你轻轻一动方向，车会有反应，但车的反应跟你方向动的那个细腻程度是不对等的。就这之间缺少了一种很精准的线性感觉。在高速上变道的时候，时速100、110公里，你去变道的时候呢，也会感觉到这个变道呢，你只是给这个车输入了一个指令，但是从转向到底盘，这台车并没有给出一个特别精准的、特别贴服的执行。它的底盘在高速变道的时候的侧向支撑，我认为是稍微弱了一点的，就那个晃动比我预想的来的要大一些。你看，车的重心很低，但是晃动是有点大的。这种转向手感其实跟很多东西有关，跟转向机本身有关系，跟悬挂的阻尼调整啊、悬挂基本的架构啊，这些都有关系。我不知道为什么小米这个转向呢缺少一点点精准性但总体上在我开过的车里头转向你可以其实分4个象限的，你从轻和重准跟不准可以分成很轻很准的类型，那是最好的；还有一种很重又很不准的类型，那是最差的。然后在中间的就是重而准，或者说轻而不那么准。这两种呢各有各的优缺点重而准那种常见于那种老式的运动性能车，但是日常买菜会很辛苦。老的宝马3系190那种就是又重又准，而现在小米这种呢是轻，但是缺一点准绳度这个比较适合买菜车。它这个转向手感呢是可以有3个自定义模式的其中用到重的话呢，它还挺重的，而且开起来之后那个回正的力度都很假。这个重的模式我是不想开的，很不喜欢。然后轻的话呢，
又非常的贼啊，特别贼，这个一定是老司机才能驾驭好，所以我比较推荐长时间用中。用中的话，其实总体上都已经是属于偏轻的转向。除了转向手感呢，还有一个感我也在这台车上不太满意的，就是刹车的脚感。这个车的刹车呢，是那种踩下去很模糊的，那个行程建立很模糊，而且踩下去你也很难很精准的控制这个刹车比例，基本上就踩下去就有就行了，你很难从轻轻的到重重的，或者说你快踩，你希望说我快踩能不能给我一下撞头的感觉，那这个车的撞头感也是撞得很模糊的，不清晰利索。我看了一下它的刹车规格哈，这个后驱版它的刹车盘、刹车卡钳跟我们那台800伏的 Max 版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Max 版那个是 Brembo 的刹车，卡钳更大，盘也更大，也是打孔的，所以这两个车刹车脚感也不一样啊。800伏那个脚感好很多，我留到800伏上讲。反正这台买菜版本呢，这个刹车脚感我是不满意的啊。但是我就抱着这种感受，我去开了极氪007，我发现极氪007的刹车脚感跟这个车也很像，也是这种水平，也是踩下去很模糊的，就给到你足够的效能，但是给不到你从驾驶感受的那种精准比例的控制。虽然在车型划分上我们这台呢属于入门买菜版，但实际上这个动力已经能带给你很大的开车的愉悦感了。尤其它方向盘上面的这个 Boost 按钮哈，这个在全系都有的，一按下去它给你20秒的这个，你看这个运动模式的20秒的加力，你感觉就是原先你的脚底是踩着1条橡皮筋啊，一按下这个之后呢，突然就变成踩着2条橡皮筋啊，就2条橡皮筋，它那个弹出去那个动力就肯定要强很多嘛，是吧？而且这个20秒加力这个概念我也挺喜欢的，就是年轻人冲动是吧？看到一个车我要干它，那你就按这个之后呢，干它20秒，20秒可以了。要超车的话，如果你动力比它强，你已经超完了；如果你动力不够它强，20秒你也就分出胜负了。那然后就让你冷静回来，回到 Comfort 模式哈，冷静回来，这个概念还是挺好的。但这个按钮呢，也可以直接一旋啊，一键切入到运动模式。这台车在运动模式的时候，总体给到人的那种刺激感、愉悦度啊，我觉得基本上放在油车都是等于3.0涡轮的那种感觉了。日常开真的是有那种感觉了，但是时速100、120再打上，如果你再要往后提速的话呢，它这个电门的调教就会导致它后面的动力的延展性就会差一些，或者我们说的那种中后段的线性度，在这台单电机上面就会差一些。但那个双电机不会哈，双电机那个是有足够的后段的动力的，那个我们留着后面说。讲到单双电机的差异，除了动力以外呢，还有一个更核心的就是能耗了。这个单电机版本呢，日常开当然能耗是更低的，而且志豪去测过啊，说这台车它虽然电池只有74度的电池，而那个 Max 版本是101度电池，但是这部车因为它的能耗也比那个 Max 版本要低不少，它基本上可以开到12、13的能耗，所以志豪实测下来，这个车的真实的跑满电的续航呢，跟那个 Max 版叫做超长续航版的，其实两个车的续航基本上是可以打平的。也就是说，你开这台车，你电池小一点，但是能耗也低一些，所以你能跑的续航数是没有打折的啊。你赚的是什么呢？赚的就是你买的时候你少付了30度电的这个电池的成本，这个价钱，还有就是你每次充电的时候，别人要充100度电，你只要充70度电，所以使用成本也要低一些啊。但是你没有牺牲续航，这是我们实测下来的数据。好，以上就是这台苏7的单电机版本的一个整体的驾驶感受哈，能耗低，开起来呢也比较好上手，也比较灵动活泼。但是如果你真的去斟酌这个车的驾驶的那种手感，包括转向精准度，包括刹车的精准度，包括中后段提速的刺激感受呢，那这台车呢，其实它还是留了很大的一个空间去提升的。没错，小米也把这个空间给补上了，就是它的800伏 Max 版本。下面我们去开 Max。好了，从入门版呢来到了我们自己买的这台800伏的 Max 版本上。我们内部呢习惯直接把这两个车，一个叫400伏，一个叫800伏啊，因为这个是他们3电
架构上的一个最核心的差异。400伏那台因为是单电机，所以它能耗更低。我刚才说过的，使用成本其实是更低的，而且充电呢就是不挑装啊，充电的速度总体上在400伏里面可以说是很优秀的。然后我们现在开的这台800伏呢，志豪也去做过一个全面的测试啊。这台800伏的版本呢，它是大电池的101度电池，这个电池呢需要用一些比较强的充电桩才能够把它的充电性能发挥出来。你可以去挑那些4C 5C 装啊，除了小米自己装以外，现在小米装比较少的，但是像蔚来的装啊，像极客的装啊，都是第三方，都是开放的4C 5C 装，就能够把这台800伏的这个快充的性能发挥出来啊。但800伏这一台呢，能耗也会高一些啊，所以综合起来呢，它的使用成本肯定比那个单电机要大。但是这台车它的性能也要更强啊，性能强很多啊，100公里加速官方给那个 2.78 秒，那个说实话是有很强的宣传噱头，因为那个 2.78 秒是去掉了起步的那个叫 one feet roll out， 就是轮胎刚开始滚动的那1英尺，它是不算的，就去掉了轮胎跟地面的抓地力变化的那一个因素，然后只考量它的加速性能。但是有很多媒体也实测了，就是实打实的测呢，也能做到 3.0 几秒，这样已经是一台贼快的车。你看我现在舒适模式一脚到底，都很快了啊！这个车它是将近500千瓦的动力，600多。670-80匹，差不多700匹的马力，我们打出来，我不记数据，但是我就很清楚，这部车在当今的中国市售的双电机电动轿车里，它这个动力水准都是1等1的，是一种超强的电机的输出功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 Max 版本呢，它是空悬的。我们刚才试的那台400伏版本呢，它是机械弹簧。机械弹簧我刚才说过了，它的阻尼调教非常好，但是过弯时候侧倾很大。而这台空悬呢，它特性有点不一样。首先，它在低速的时候呢，这部车它的细碎的动作反而是多一些的。我们公司出门的时候有一段碎石路哈，这部空悬版本过的时候，那个细碎震动、抖动反而会多一些。为什么这样呢？按理说空悬应该滤震更干净才是啊，但是我想应该可能是轮胎的原因，因为那台基础版呢用的是19寸的标配的轮胎，那个轮胎胎壁厚一点，而我们这一台20寸版本呢，这个胎要薄一些啊，所以薄一点，这个细碎震动可能就多一点。但是还有那台试驾车用21寸胎的，其实我也试了，我觉得21寸那个的滤震感觉跟这20寸差别不大，但是21跟20寸这两个的差别跟那个19寸呢就有点大啊，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更干净的滤震的话，即便你选这个空悬版本，我觉得你都可以考虑去选19寸的胎就可以了。刚才我说到的低速的时候空悬不够那个机械弹簧好，这个在业内是很少见的一种情况，但是我确实两个车横向对比下来就是这样。而这个空悬的价值在哪呢？其实这个空悬最大价值就是它克服了机械悬挂在车子动起来之后在动态方面的一切的短板。我不是说那台400伏在高速变线的时候有点撑不住吗？但是这个空悬版本呢，你看我现在用舒适模式摆过来，它依然是偏软一点哈。这个变线的动作确实在这么低重型的轿车里头算是比较大的，但是别怕，因为空悬它可以改变悬挂的高度，所以我只要切到运动模式，我们再做一个变道，立马这个车就绷紧了。这是运动模式哈，我再切到运动加呢，这时候车身会更进一步降低，这时候就绷得更紧了，立马就像换了一条避震一样，你看，非常稳。这个感觉就跟那台400伏那个机械弹簧完全不一样了，就把那个车我最不满意的那个缺点就克服掉了。这个车你放到运动加，它那个支撑性，它的车体的车姿的控制就是非常非常棒的。这个底盘的动态呢，我接下来会把这个车带到赛道，带到山路上去验证。所以现在日常驾驶呢，我不多说这个底盘动态只是说从车子的过沟过坎的表现来讲呢，它会比那个机械弹簧版本呢会生硬一些。就空悬它不能很快的吸收震动，它空气弹簧还是有点顶住那个轮胎，所以过减速带过大减速带的时候呢，这个空悬的版本反而没有那个机械弹簧那么好但是也不差可能是一个95分一个85分这样的差别。然后在过大的桥头飞跳的时候，这个空悬完全没有问题，非常贴服非常干脆的就过了。还有一点是这个空悬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坐后排的时候，机械弹簧那个版本的后排是
颠的，是有点像改装车的，会跳的。但是这个空悬版本我在后面坐的时候安定很多。这台空悬版坐在后座，我拿着手机玩一会儿，我就想闭眼睡觉了。事实上试车过程中我也在这个后座睡了一段，是很舒服的，很稳的。但是机械弹簧这个版本呢是没有办法你在后面很安稳的睡觉的，就是人就在这样颠，手看手机也是这样颠啊。所以如果你注重后排的乘坐体验，你这个小米SU7买回来呢，家里的老人小孩要坐后排的，那我也强烈建议要上空悬。底盘动态呢，我在马路上也就只能跟大家说说它的滤震啊、安定感啊这些，然后极限的操控性能呢，我会留到赛道跟山路的场景哈。接下来再往下看，那下面我再说说这个车的驾驶模式啊，这是我喜欢的。刚才我说过，它有一个6边形图，可以让你看到各个模式的差异。而事实上，它的差异也是比较大的。舒适模式的时候是一台好上手的车，但是它的电门依然有我说的那个单电机版本的问题，就是你在车速比较慢的时候点一下这个电门呢，这个车会有点窜。啊，你如果真的不想窜的话呢，你把它放到那个新手模式，那个模式没那么窜啊。那只要放在舒适模式，它都是点电门的时候都是有点窜的，走走停停，你的脚都是要细腻一些。所以这台车的精粹呢，一定是开快一点，放到运动模式，或者说你在舒适模式的时候，你就按这个 Boost 按钮啊，就一按，它就给你一个20秒的这个超速模式啊，就是给你 boost 一下，就一下子把电机的输出功率调到最强。我试一下 boost 模式，这个车的底盘动态没有变化的，它仅仅是调高动力输出。就你要超车的话，我要干它啊，一脚下去，哇！但是我是从舒适模式切到 boost， 这时候悬挂还是最软的，所以我刚才一加速的时候呢，这个车有点姿态有点失态，然后方向都有点被扯向一边啊，所以你真的用这个 boost 去全力加速，你还是要小心。这台车其实精粹呢，还是用运动或者运动加模式，整台车更加紧绷，性格呢也更加的一致啊，底盘啊这些性格都更一致。前面400伏那个入门版呢，我说到转向手感不好，刹车脚感不好，但是这台800伏的 Max 版呢，这2点呢都变好了哦，好多少呢？应该说从那个车可能是60分水平，这个车呢基本上到了80分水平了。它的转向在日常开的那个指向的精准度呢，现在是有了准度的。包括我在变线的时候，我已经很清楚能够知道这个前轮的轨迹怎么变化，反馈是更清晰的。这个应该就是轮胎加上空悬的功劳啊！这个空悬调教就是一个比较运动的空悬，所以这2者就导致我的转向手感也有了变化。转向机我相信应该是同一套转向机啊，我相信应该是。然后刹车的脚感呢，这个车因为用了大卡钳，用了大的盘，刹车脚感也明显是更加线性了的。你说非常线性呢也谈不上，但是基本上在电车里头呢，也可以达到一个80分的水准。当然重踩的时候，它的刹车力也更强啊，那种撞头感啊，刹车的信心也都比那个基础版要更加强。论日常的主观驾驶感受呢，我觉得在800伏呢还是比那个400伏要好不少的，主要是转向更精准，变线的时候更有信心啊，所以更加匹配SU7它营造的说的那个驾驶者之车。那台400伏呢，主要是一台好开的车，而这个800伏呢，变成了一台开起来非常棒的车。当然这个年头造的车呢，除了开起来棒以外呢，它还要会自己开。然后小米SU7的智驾呢是交付就有的啊，2个智驾的版本不太一样。那个基础版呢是没有激光雷达的，只有一个基础的高速智驾，城区智驾是没有的。但我们这一台呢是有激光雷达版本，它日后是会有城区的 NOA。志豪已经在北京已经体验过小米一个内测的版本，是在北京城区是可以开的，就说明它是那种基于视觉为主的，今后有比较大的拓展性，比较大范围可以用的高阶智驾，这是可以期待一下的。然后现阶段我们评价这些有高速 NOA 的车呢，我们就评价一下它的自动变道的畅顺度啊，还有发起变道的那种聪明程度啊，还有包括它进出匝道的那种表现啊。这台车基本上是属于中等偏保守的类型，它过弯会放得很慢，它在过匝道的时候呢，那个转向动作会很柔很柔，柔的来呢，有时候你会觉得它动作有点过慢啊。是现阶段这个版本是偏保守的，但是我觉得对于小米这样一个刚上市的新车，一上市就交付了高速 NOA， 这也是之前没有任何一家品牌能够做得到的。我觉得
现在这个表现我也收获了，因为接下来在自驾这块，以小米的人力物力，他们一定会持续投入，一定会有很大的团队去做自驾。自驾这种东西就是谁投钱多，谁团队大，谁愿意去重视这个东西，谁就可以跑得更快。我相信小米这个品牌，就拿品牌来讲，它在智能化这一块，在接下来在这个汽车行业里，它绝对不会掉队的，它一定是在不是第一阵营，它也肯定是第二阵营，奔着第一阵营去追赶、去努力的这一块大家就知道就好了。这部车现在在高速上自驾是可用的水平。好的，现在可能已经能看到我下面光线已经很暗了，已经乌云盖顶了。那正好我们把道路评价的部分呢也说完了。明天我们安排了把这个车带去赛道，希望天公照美哈。好，小米SU7 Max 版开出麻冲赛道。今天我是来试车的，我不是来做圈速的所以整个车辆呢没有按照做圈速去做设定。比如说我们胎压没有按照赛道的胎压去调整，我现在直接就是原车标准的走街的胎压，胎压会高一点。我主要是想试试它不同的驾驶模式，尤其是大师模式里头的几种不同的调教对车辆动态会有什么变化。这个在马路上没法试出来所以就找了赛道的安全的环境来试一下。现在先轻松的热个胎，舒适模式，这台车开起来非常的柔顺，动力也很够。刹车呢，在赛道的工况里踩下去呢，脚感也不错，是有比例感的。就你重刹的时候，你是可以通过脚的深浅去控制这个刹车力度的。我发现这个车用左脚刹车的话，油门跟刹车一起踩，它会弹出一个可能误踩踏板这样一个报警，这有点烦因为我在赛道其实是频繁的是双脚操作踏板的今天这个赛道弯心那里有一大滩水，所以这个估计要做圈速也没法做了。那我们就试车吧放到运动，我直接运动加模式吧，看看运动加这个车的性格怎么样还是会推头，马力太大了电子稳定系统非常多的干预，上路间空悬吃得住没问题这个运动加模式可能动力太大，所以稳定系统的干预非常多。低速弯，四驱车的特性，尾巴没有摆。来试一下重心转移一下进去，还是不摆，还是一个很安定的特性。你看，想用一点重心转移让这个车旋转起来，弯心有那么一点点旋转的动态，但是总体上是很稳的很稳很稳。所以动力虽然非常大，但是是很好掌控的，不会说让你在弯中很恐怖。但直线呢？直线恐不恐怖呢？来顶着出弯，没有，它只要车辆在侧向有侧向力的时候，它的稳定系统就会介入就会干扰这个动力不是干扰了，就是抑制住你的动力不让你轻易的因为动力而让这个车在弯中出弯的时候出现危险。毕竟它这个动力很大，600多匹将近700匹的动力。好，下面我要用大师模式了，这个大师模式贝塔大师专用调教竟然还要用 P 档才能开启，就你不能在赛道上一边开一边调着大师模式，你得在出 P 的时候就把这个大师模式调好。幸好我们是包场随时可以停下来。来，这个大师模式呢，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自定义的包括能量回收，包括稳定系统的介入，包括牵引力控制。那我现在先全部放在自动模式看看，哇，动力也更猛了哇，确实是出弯的动力也更猛了。这个车轮胎抓地力有些不够在应付这个麻冲1号弯的时候是要加一脚刹车的，不加这脚刹车的话，这个车高速弯会推出去的。刹车到目前为止还行刹车力脚感都还行这一段考验整体的抓地力。这个轮胎应该说应付这个车的动力和车重只是刚刚够玩
不是很强的抓地力，但是这个动力就真的很强。来，发夹弯，给我一点动态。对不起，没有，非常标准的四驱车的姿态，就前后轮是非常稳定的轨迹。你看前轮一点推，哦，这一下推得厉害的时候呢，稳定系统还是介入了。对，它是轨迹优先的，它知道你想去的地方，因为你方向打着嘛，所以当车子有点脱离轨迹的时候呢，它就会用电子稳定系统、用牵引力控制去抑制一下动力，让车慢一点。一慢一点呢，这个轮胎不就回到它的抓地力范围内了嘛？然后就可以沿着轨迹进去了。所以它整套设定是以确保你能够沿着你想要的轨迹来过这个弯来设定的，而不是说让你推动，让这个车出现一些侧滑啊，出现一些很极限的动态，然后再去控制它不是这样子下面我试一下自定义设定能量回收我不动它了，我试一下前后动力分配，把这个车动力调到100%后驱看一看有什么不同。来，有后驱车动态吗？哎，有一点哦，哎，有啊，会甩尾咯。来，再来。给我一点后驱动态哦，哇，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个突然变得好玩起来了。这个车，你看进去，尾巴甩起来，来给点动力，哎，这个动力还是被抑制了。好，我知道了当你在后驱状态下的时候呢，稳定系统就要不要全关嘛，留个1档吧，牵引力控制也调到1这都是最小的没有关闭的这个最小的状态了。哇，这个。低速弯的时候尾巴都开始甩了，那高速弯我就小心一点了因为这时候没有稳定系统了。对，这种弯你已经可以用油门、用电门轻轻给一点去推这个车出弯了。好，刹车我早一点刹因为这是量产车，而且我们自己的车我不想把这个刹车片干废掉。来，进去，哇！这就是纯正后驱车了，这个很爽你买了一个4驱的 Max， 但是你可以享受到后驱的特性。来，甩起来吧！这个甩呢，还是那种比较电子式的甩。哇，这个甩就很特别了。这个甩我是用了重心转移的，你看，哇，这么好玩的吗？我都没用漂移模式，我就只是用重心转移就已经可以这样了，哇，好玩这台车。虽然它甩起来之后，它没有像那种有 LSD 的车那样可以持续很稳定的定出一个角度出去。你看，我还是它甩一下，我还是要调一下，甩一下，调一下，但是它好歹是能甩起来，而且甩起来的姿态呢不恐怖。就这个车在横移侧滑的时候，它的那个动态呢来的还是整体人车沟通还是不错的。你看，这都是带着一点尾巴侧滑来过这些弯了。只要你想它侧滑，你就加深一点电门，因为它动力实在是太充沛了。来，再试一次。这个做的行云流水了，对不对？它的车身是可以用，你看是可以用重心来控制它甩的。我都没有用漂移模式我现在只是用一个跑圈的模式你看，哇，不得了！这个底盘调教非常有功力这个不得了。我觉得我都不用漂移模式了，漂移模式它就是释放更多的这种动态。我下面想试一个呢，这个很特别的能量回收控制，能量回收比例，这东西只有电车有，以前我们燃油性能车没有的。那它的能量回收可以调100%在前面，也可以调到100%在后面。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呢？我找几个低速弯试一下我首先把这个车呢调回到
自动的前后分配比例，就回到四驱车的动态，然后我来感受一下这个能量回收的变化会有什么影响啊？那我把能量回收强度也调到最强。好了啊，这是我此前没有试过的东西啊，试车20几年从来没有试过100%的前能量回收和后能量回收有什么差别呢？啊，现在我是调的，我看看我调的是什么？是100%前能量回收啊！看这个车动态，刹车进去，哇，会甩尾的哦！哇，这车轮前轮是有一个制动力的哦，哎，这个有意思哦！你看进去，哇，这样的吗？这个是能量回收导致的，还是因为我电子稳定系统接近全关导致的？但这个甩尾的姿态就跟刚才的那个用动力甩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来得更加突兀，确实感觉是有人在前轮突然给我抱了一脚刹车那种感受。因为你在入弯的时候前轮一点刹车啊，后轮又没有的情况下，那这个车肯定尾巴会甩嘛。好，我这回试一下轻刹车啊，尽量靠它的能量回收来进这个弯，看动态有什么不同。高速弯就感觉不出来，来低速弯轻刹松开，靠能量回收进去，也是甩尾哦。啊，这就有意思了啊！啊，然后我调到100%后能量回收，看看松开进去，还是甩。看来这个车呢，你只要把稳定关到接近全关都不用全关的时候，它的整个特性就是会甩的。你看，会甩，这是它的车身姿态的一个特性，它是一个比较活泼的车身姿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你如果用正常的模式的话，它的稳定系统要频繁的工作，因为如果它不工作，你就像我现在这样，就这个车在各种弯中就很容易就出现这个尾部的动态了，很容易就甩起来了。就算你不点油门，它都会甩，这就纯粹是车架的一种天然的一种特性啊！就车架在设定的时候，它的重心转移，它的悬挂的特性就是让这个车比较活泼，这个是有助于帮助它在需要快跑圈速的时候，或者快跑一些弯道的时候，是可以得到更好的动态的。真的是，哇，这次动态是真好。前后动能回收，讲真，我觉得我今天在这个麻冲赛道这样试呢，差别不大，可能有一丁点，是有一丁点感觉的，但是这个差别很小，可能就是20%的感觉。但是你这台车，你通过重心转移去甩尾，你有80%的感受，能够感受到它很强烈的这种动态的变化啊。然后底下的这个稳定控制和 TC 控制，这两个才是影响这台车操控特性的最核心的、最关键的一个项目啊！你调在稳定控制调在2跟调在1的感觉都很不一样啊。然后牵引力控制呢，调在中间跟调在将近关掉呢，也完全不一样啊！也不需要全关啊，这台车基本上不需要全关，就已经能够有很漂亮的动态，而且不全关的话，始终你人会感觉会安心一些。好了，刚才又换着各种不同的开法哈，自己又稍微冷静了一下，又耍了几圈，对这个车有更深的认知了。首先我讲一下这个轮胎，这个轮胎其实你看我打出来看得到，这个边上其实都已经磨到有点削尖的感觉了，所以这个 PSEV 这个轮胎呢，不太适合在赛道上使用啊，耐久性这些会差一些。但这个胎在温度起来了以后，它的抓地力会变强的啊，所以在玩赛道可能像我今天早上就是玩了10来圈吧，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轮胎的温度起来，路面温度起来之后呢，这台车其实它也会变得越来越咬地，它的动态会发生变化，再结合它的那个大师模式里头的可调选项真的是太多了哈，每一个变量它都可能都会引起这个车的一些变化，所以这个车的可玩性非常高，但是你要把它玩好的话，需要费很长时间，就很耐玩啊。你如果像我们这样包一条赛道
包个半天时间，你真的玩到这个胎彻底废了，你都没有搞明白它大师模式里头这些选项到底怎么去调，它会有什么变化啊？所以我想这个车的工程团队在开发过程中，应该也是在这种运动驾驶的动态调教上是费了老大的功夫的。但这个又要说回来了，这个车有这么好的底盘，这么好的动力，这么好的大师模式这种动力分配，但是这个刹车现在就明着告诉我们，这个刹车是不能应对赛道驾驶的。我今天开的极其保守哈，我整个过程一脚重刹都没踩，我全部都是线性踩的。那这个刹车片阿卓也都拆过了啊，又薄面积又小啊，所以它不能应对赛道的连续驾驶。那就等着小米官方他们都说了会出这个高性能套件，那首先要改的肯定就是这个刹车了啊，就给它上一个至少在这种小赛道能够玩个2-3节赛道日的这种刹车片。啊，当然2-3节玩下来呢，这个轮胎肯定是废掉的了啊，所以这部车今天赛道试下来，我觉得还是加深了对它的认知，还是一台在运动开发上费了很多功夫去做的一台车啊，可见它工程团队是有考虑到年轻人买了这个车之后是会有这种场景的。不然你搞什么大师模式干嘛呢？你搞漂移模式，你搞什么前后动力分配是吧？可以变成一个后驱车，又可以刹车，又可以甩尾，又可以重心转移。你搞这些东西真的为了说日常买菜吗？在马路上用吗？不可能的，一定是在赛道上玩的。所以这个车刹车现在不能跑赛道，绝对说不过去的。好了，等它升级完刹车，这部车应该是一部很好玩的赛道用车。本来我们去测赛道呢，就已经能够对这个车的整体的底盘功力做一个很完整的定论了。但是我知道赛道毕竟不是每一个小伙伴都会去的。买了这个车，如果你遇到一些有驾驶乐趣的路段呢，比如说山路呢，这时候这个车的性格是不是就是我刚才在赛道里给大家展示的那种，有点疯、有点狂、很好玩的那种性格呢？我试车这么多年，我也觉得必须要真的把这个车放到这个场景里去体验，才可以下一个定论。所以呢，我们又从赛道驱车2个小时，又来了这里南昆山啊，就我们经常来这里去测试操控的一个熟悉的山路啊，在这里再开一下这台苏7 Max。我现在是用舒适模式啊，在这个山路上呢，就是比较轻松的在驾驶，整体的心态是比较放松的。这时候这个车呢，转向轻，也比较准，刹车线性，后段也比较有力，车身的侧倾控制是很好的。你看这个弯其实已经是个很急的弯了，但车身基本上在这种山路上，我的感觉它是总体上是平的，没有那种明显的重心转移。就这台 Max 版本在这个山路上，无论是转向的准度、刹车的线性度还是车身控制，都肯定比那个400伏的入门版要好很多啊，可以说应该是2台非常截然不同的车了。虽然我没有把那个普通版带到这个山路来开啊，但是基本上从2个车的差异我可以做一个预判。下面呢，我再把 Max 版放到运动模式啊，来看一看，哇，动力马上增强了，转向变重了，底盘明显支撑也比刚才更好，整个车紧绷了之后呢，你就更能够从转向从屁股能够感受到轮胎跟地面的那个关系啊，因为我们这种开快一点的路况呢，其实车子有起伏啊，也在过弯，这时候轮胎的负载是在不断的瞬息万变的，这时候整个车沟通感就很重要。我觉得这台苏7在这样的山路上开起来，沟通感我会给它打个80分甚至85分，它是有一点点厚实感，底盘是空悬的嘛，转向呢现在也有一点电子感啊，这2者呢稍微过滤了一点点路感，但是总体上依然是给我传递一种很厚实、很扎实的感觉，没有什么虚位的啊。这个时候，这车是能给我信心的。再放到运动加试一试啊，这时候空悬应该是调到最低的位置，整个车的姿态呢应该是更稳的姿态。来，带起伏的 S 弯，哇！哇，这个就是很有信心，确实很有信心。但是开这个车呢，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它这个轮胎啊，应付这台车的动力，在这个山路上其实是有点吃紧的哈。这个跟赛道情况一样，就你开这台车呢，一定要在急弯前要足够的收慢。收慢了之后，你再去感受它轮胎的抓地，然后用慢进快出的方式慢慢去感受
我的车极限在哪啊，尽量不要让这个车推，因为它本身是四驱的输出，它其实overspeed 进弯之后它就呈现出来就推头，而这台车它很快啊，如果真的推头像这种左弯你推向右侧的话，那跑山路就很危险了，就直接就撞山了啊，所以整个心态要收住啊，但是你的脚呢可以去挑逗它，这台车挑逗起来是非常好玩的。这一段是非常精彩的山路，路面是有起伏的，有一些凹坑凹进去，然后还要带一个转弯，弹起来贴服。哇，这种转向在山路上，在日常这种道路上开起来的转向的准绳度是非常好。然后我反过来再跑一趟这个带上山的起伏路。这种马力大的电车上山真的是很爽的，只有一个爽字，一点都不觉得这个动力在拖你的后腿。来垂下去，没有到底，很结实。悬挂行程是很短的，但是它这么短这么重的这个一下子下沉它都没有到底，这个贴服性，哇，这一下都没到底，棒，非常棒。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得刚才那2个弯啊？其实大概在2个月前，我们来这试车的时候，我们有同事拍到过当时小米的测试车队有2、3台车就在过这个坎，当时我们正好蹲在这里拍别的车，我们就把它的动态拍下来了。当时就看到那台车明显是偏软的，下去之后还有2下余震。但我相信小米的团队就是在测试这个车方方面面。那这回我在开这台量产车过来，我用运动加模式在过刚才那个坎的话，非常高分，这个表现在量产车里就是1等1的高分的表现，就是记住我刚才那一点，要注意一下轮胎的抓地边界，毕竟是个600多匹马力的非常快的车，就即便这个车用特别强的轮胎，我觉得开起来都是要有敬畏之心的，因为这种车在直线上太快了。那么你到弯前的时候，一个车过弯的速度不可能有它直线的速度快，所以这时候考验的是你要你要把车收回到一个速度来，然后去感知这个车的极限啊。这时候这个车的这种沟通感就特别重要，而这台车沟通感，我刚才说了，沟通感我给高分啊，所以没问题的，它是能够驾驭好这么大的马力。在这个山路上呢，我也打开了这个大师模式来试一下哈，主要我想试一下动力100%前驱和100%后驱有什么差别。那我现在用的是100%后驱，感觉动力的强度肯定是不如四驱来得大，但是在后驱的模式下呢，其实你是感觉到这个车在过弯给电门的时候，它是能够有一点点甩动的，确实能甩动，但是甩动的幅度多少呢？那就看你的胆子了，看你敢不敢把稳定控制关小，把 TC 关小。那我是不敢的，我在山路上我稳定控制都是开在2档，我只是在弯中挑逗电门的时候让它有一点点甩的动作，这就是后驱车的乐趣啊，这就是后驱车的动态就 OK 了。下面呢，我想试一个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啊，就是刚才我在赛道上都没有试，就100%动力到前轮会怎么样呢？应该说变成一个前驱车了，是不是啊？好，我切过来之后，我第一个感受呢，就是动力变弱了很多，因为这个车前电机的输出就是弱一些的。确实，你看这种小直路我都赶地板油了啊，地板电了，但这个车还不是很快。然后转向呢变呆了啊，确实是变呆了。相对来讲，就这个车就没有什么性格了。现在它的转向变笨了一点啊，过弯的时候好像那个尾巴就很笨，就一直拖着一个尾巴。因为后轮如果没有动力给它，它又那么宽的轮胎的话，你就靠前轮拖着走。这个车现在就是一个相对来讲动力比较好掌控，你经常要踩到80%的电门深度的这么一个运动型车，前驱版小米SU7啊，就是这个感受。显然这个模式不适合跑山路，我也不知道适合跑什么。是不是后轮打滑的时候，你靠前轮脱困，你可以用这个模式，但是其他时候我想不到有什么场景需要用到这个100%前轮的模式啊，至少我是试不出来。看看这个非常精美的跑车造型的车钥匙啊，当然保时捷的钥匙也是跑车造型，但小米这个呢还有配色，还跟车的颜色相配。这个东西在小米商城上你要买的399，但是我们创始版呢是送的啊，就这么一个
机械钥匙的设计，我觉得都是非常用心。这也是整台小米SU7我相处下来，我感觉这台车在设计在造车上真的是用了心的。有很多东西可能你作为一个普通的纯电三厢轿车啊，做到了一些刚需东西就够了，但是小米的团队很明显在这台车里加了很多的更实用的元素，也有一些更加感性的元素，是吧？让这个车看起来像跑车、像高级车，让这个车用起来有更多的你意想不到的一些功能的小细节。既然造车人这么用心，那我这个车评呢，我也希望用一种最用心的态度去拍，也最用心去对待这个车评。我们总共拍了3、4天的时间车提回来之后，阿卓做了一番这个仔细的研究之后，就轮到我用了3、4天时间，也跑了赛道，也跑了山，甚至你看我们在赛道内，我不是跟大家说我把前轮快磨没了吗？现在这台车呢，我们又换回了新胎了，2个前轮呢，我又把它换上了新胎自己自掏腰包换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车在接下来我们再去做各种的驾驶体验的时候呢，不要影响到我们对它的印象，因为轮胎磨损之后呢，可能会影响它的过弯极限，可能会影响它的滚动的噪音这些。那我们现在又换回新胎了，又让它恢复到一个应该有的水平。这就回到了我开篇的时候说的一个态度有用心造车的汽车人，那就应该有用心去评车的车评人车评不易看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可以先点个赞，一键3连一下说回这台小米SU7，其实简单总结的话呢，我认为外形设计非常的精巧，非常精致漂亮，内饰不但是有比较好的做工用料，而且很多的功能性是打出了三厢轿车有史以来的一个新高度。然后开的感受，入门的版本2159那个版本呢，作为日常的代步车、买菜车是优秀的没有问题的是可以放心买的然后这台 Max 版本4驱版本呢，2.78秒的官方加速，实际开呢大概是3秒出头，这个加速性能也是非常非常之暴力的，这个车的性能是贼强。但除了说加速强以外呢，它在底盘的驾控的乐趣、可玩性方面也是做出了中国品牌三厢轿车应该说是一个新高确实在可玩性方面是非常高的一台车。所以这个车不是个样子货有表面，也有里面的实用性，也有开起来的乐趣这就是我对小米SU7总体肯定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了。你说这个车有没有缺点呢？也有的，里面有一些做工用料小瑕疵包括那个入门版的那个底盘的调教侧倾比较大，这个是我觉得可能看看接下来厂家能不能再做一些调教，或者说那是我个人从我的风格来讲，我找到的一些我不太满意的地方然后这一台 Max 版本，我倒觉得2999能买到一台这种性能、这种底盘表现、这种做工用料、这种给到你的满足感的车子，我觉得确实这个车的产品力是非常强众所周知小米出来的时候呢，竞品也出了很多的车型来围剿这台SU7，但是当时我跟雷总交流，雷总说那些通通不是我们的对手。我觉得我们小米SU7的竞争力是独一份的。当时我会觉得是不是有点迷之自信，因为当时我还没开过这个车，没接触过。但是这回真的认真自己仔细体验完之后，我觉得这台车的产品力是强的，真的是很强很强。你看SU7出来了以后，大家就不再讨论它的价格了，是吧？之前说什么1999交个朋友什么的，雷军说不可能的。但是这个车出来之后呢，起步价都2159，然后我们这台就奔着30万去，但是大家都已经基本上不再议论价格了，全在议论的是这个车哪里好，哪里不够好。那这就说明了这个产品力真的是能够打动人，能够说服人，能够让人产生拥有欲。这就是我心目中的一台好车应该做到的，不是只卷价格。不是天天在讨论发布会就只想看最后1分钟发布价格，前面说的那些通通是废话，不是的，前面那些才是我们中国的造车人认认真真、仔仔细细每一个细节去抠，每一个技术去卷出来的一个产品力。有了前面这些，最后才是那个定价。只要你前面做的足够好，其实那个定价你是可以自信一点的。好了，这就是 YP 这回带来的小米SU7的一个超强劲车评。我不知道做了多长的长度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到我们认真做车评的这种态度想看长车评，想了解一个车到底适不适合你，那就看 YP， 关注我们就对了。谢谢大家。没有最好的车，只有最合适的车我也不是说一定要在车评里去给大家推销哪一个车，种草哪一个车，但是希望看完之后你知道这台车是不是适合你的，看完之后你可以更加的懂车，
这就够了。谢谢大家，拜拜。